受害者女性，从骨龄上看，大概20岁到30岁之间，尸体已经完全焚毁碳化，面目全非。从骨骼上看，身体并没有被锐器伤害过的痕迹，腹腔应该是被烧破的。各脏器虽然基本碳化，但形态相对完整，也没有被锐器刺过的痕迹，所以应该不是外力伤害致死。经过初步化验，骨骼也没有发现有中毒的迹象，并且，没事儿，您说。从颅骨残存的皮肤来看，睫毛根部并没有被烧，并且尸体残存的支气管内有碳末，这就说明死者应该是被活活烧死的。那我懂了，活着被烧的人，当火靠近双眼的时候，会下意识地紧闭双眼，所以眼睫毛根部才没有被烧到。那这个小臂呢？怎么会是单独的一截？从断裂处骨骼的痕迹来看，更像是被强力扭断的，应该是受害人被烧死之前就已经断了，被烧后皮肤崩裂并碳化，骨骼就脱落了下来。那就是说，他被活活烧死之前，还被人折磨过？应该是。尸体发现的地方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？应该是焚烧的第一现场。我当时在现场勘查的时候，看到地面上有大量的助燃剂的痕迹，但是至于是不是在这里折磨的死者，那就不知道了。我的发现暂时就这么多了。像这种高度碳化的尸体，我这儿呢确定死亡时间有难度，剩下的就得靠马里奥了。我在尸体上面发现了红头蝇，还有下车蝇的第3鳞幼虫，还有部分的胡蜂和隐刺虫。我也提取了尸体周围的泥土，接下来会在上面孵化红头蝇还有下车蝇的卵，来做比对，找出大致的死亡时间。具体的结果需要1周以上的时间。DNA 开始比对了。是的，已经开始了，在和现有失踪人口比对了。OK， 你们都辛苦了，那今天先到这里，回头有什么情况咱们再互相通报。OK？ 我送你俩回去吧。不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要留下来和马里奥一起加个班。那我也先跟他们回警局。中国的年轻人靠谱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，加油啊！还是头一次看到警长在局长面前这么客气。难不成警长的一世英名就毁在这2具焦尸上了？OK， ครับ。没事的。警长今天心情好，给局长面子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开饭吧，吃饭。好。炸毛了？换做你是局长的话，你也会炸毛的。他就只会炸毛。Thank you。我们局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探长，想破案的话也可以啊，让他赶紧把你的罚俸处分撤销啊。不然就让他另请高明了。上一句教师都还没有进展，现在又来了一句，
你有什么脸让人家撤销啊？发放处分都是轻的了，这要是再出现第3具、第4具尸体，咱们3个都去马桶里溺死算了。啊？也包括我。这让你也凑啊？啊？出虾吧你。谢谢。Thank you。都是女性，都是虐待之后活活烧死的。到底是巧合呢，还是同一个凶手蓄意为之？如果是同一个凶手的话，他又为什么对女性有那么大的仇恨呢？是啊，希望不会有第3具、第4具吧。真的会有这么一个连环杀手吗？等一下，那具15年前的焦尸怎么不见了？苏可泰府下面的警局找到了一位当年失踪女性的线索，拿去做比对了。反正在这儿也没有什么进展，还不如让他们碰碰运气吧。太好了，希望能有结果。你先回去吧，坐了那么久的车，你也累了，我可以的。没事儿，我帮你弄完了再走。那等一下，我送你。哦，好。怎么样？我走的这几天，那个素攀的男朋友有没有线索？啊？没有吗？这个素攀案，咱们好歹知道尸源在哪里，也知道被烧死的是谁。然后呢？半个多月了耶，素攀的案子还一点线索都没有，还怪人家局长炸毛。我始终觉得素攀男朋友这个指向有点草率。不是男朋友，那总不会是素攀的女朋友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会啊？有时候女人要是嫉妒起来，可比男人更可怕。我告诉你，素攀一定是谈恋爱了，我敢肯定。一个纹身就能断定素攀谈恋爱了？同性的友谊不可以吗？再说了，女人也有可能和女人谈恋爱啊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我觉得这2个焦尸案是不是可以申请并案了？你看，他们都是生前受到虐待，都是被活活烧死。不过这2起焦尸案，虐待的方式并不一样，一个是不给吃的，一个是受到了肢体上的折磨。也许凶手就喜欢变着花样虐待呢。那痕迹那边就什么都没有发现吗？目前是真的没有。我们在现场已经搜遍了，可以表明死者身份的东西，我们一样都没有找到。那就对了，留下什么反倒不对。这说明凶手一定是在别的地方虐待的死者，然后把所有的痕迹都抹去，之后再运到现在这个地方焚尸。而且很有可能是赤身裸体的运过来的，这样就算还剩点什么痕迹，怕是也给烧没了。没错，素攀的尸体在被发现的时候，现场也是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。OK， 就冲这一点，这2具焦尸基本上就可以并案了。对啊，你替我准备一下给局里的报告，我明天亲自去现场一趟，不然我不死心。我也要去。
研究生，你是不是该回学校上课了？我记得你不是来交流学习的吗？我觉得你来这个国家这么久，是不是连一天正经课都还没有上过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用你管吗？他说的也对，这几天你跟经理也都折腾坏了，好好回去休息吧。这几天你不是也折腾坏了？但我不一样，我是警察，我这几天不在我都脱岗了，局长开始生我气了。我不休息，我要帮你破案。行，好，走，再见。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我们走吧。累坏了吧？我看你今天好像脸色不太好。有点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应该坚持一下，先让你回去休息。没有，又有一个女生被折磨得那么惨，我也很难安心休息。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总有女生的命运会那么惨？所有对女生下手的都是胆小鬼，都是懦夫。不过，这个世界上也有邪恶的女人。那倒是，还有女人贩子。对了，你们这几天应该玩得很开心吧？算吧。你们吵架了？那倒没有，就是挺惊心动魄的，又挺虐心的。才出去这么几天，你俩的关系就搞得那么复杂？哦，不，我们俩挺好的。嗨，我回头再跟你说细节吧。总之呢，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假期，所以谢谢你给我放假。要不然，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，我请客，表示感谢。但是咱俩的活走得开吗？放心吧，就吃顿晚饭，耽误不了去重孵化的。那倒也是。哦，对了，苏可泰夫那边如果能够发现那具焦尸的线索就最好了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我想跟你申请一下，我想把那具尸体的颅腔解剖一下。你是想提取耳囊？你也听过四滴雨水的说法？你别忘了，我也是个法医，还是在德国留过学的。对不起啊，冒犯了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四滴雨水，目前还只是法医人类学的一个说法而已，到现在没有找到有文献记载的成功案例。我的意思是，既然那么多优秀人才都没有成功，那你觉得我们为什么就会成功呢？那万一我们是第一个呢？尸体是瓦拉里洛提供的，他同意，我没意见。我跟他沟通过了，他是支持的。那好，如果有需要，我随传随到。
我送你进去吧。不用，马上就到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这路上这么黑，还是我送你吧。真不用，好歹我也是个警察呀。这儿不好停车，快走吧。那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明天你不用那么着急到单位，这几天肯定累坏了，睡到自然醒再说。路上注意安全，明天见。谢谢老板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先走了。大姐，你干嘛呢？大哥，你干嘛一惊一乍的吓唬我呀？我刚跟他们吃完宵夜，给你带的菠萝饭，你怎么了？我最近总感觉有人跟踪我，从你回国的时候就开始了。跟踪你？没有啊，我这一路都在你身后，没发现有人跟踪你啊。奇了怪了，那你干嘛不打招呼，光跟在我后面，成心吓唬我呀？没有，我不是怕打扰你和同事告别吗？你吃醋了？你吃醋了？你居然也会吃我的醋呀？哎，不是，我是突然发现，我还没有看过你的背影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发现你背影也挺好看。你现在这样，我还真挺不适应的。一个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，慢慢你就适应了。赶紧进去吧。走。
你也听过四滴雨水的说法。所以这块只能盛下四滴水的小骨头，闭锁着我们每个人的永久性细胞，通过它就可以找到我们每个人独属的个人身份信息。干嘛？钱吃早饭了？你自己吃吧。你不帮我破案了？对哦。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有人认识吗？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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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。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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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见过。都还没问你，昨天几点回来的？快2点吧。快2点。那这么晚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在经理那住呀？我真搞不懂你们这10分钟的时间。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他们有纪律。哎，慢点，不着急。在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。
啥意思啊？就是坏人他一定会被抓到，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。多早算早，多晚算晚。15年吗？反正我一定会帮你破焦尸的案子，让你重新在局长面前扬眉吐气的。说的你好像你还没来之前我没破过案子似的。现在重点不是我在局长面前会怎么样，现在重点是不能再出现第3具、第4具焦尸了。绝对不能再让任何女性受残害了。警长，怎么样？我检查过了，没发现什么。你要是能检查出来东西，还要景天干嘛？痕迹兄弟他们也来过了，但也没发现什么。痕迹兄弟啊，景天跟他们关心的不一样。走。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。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见过他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哎，见过他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见过这个人吗？罗摩王子。谁？罗摩王子啊。罗摩。喂，景天。我个人初步推断，新发现的焦尸很有可能是6天前左右被烧的。理由呢？我在现场烧到的树木上发现了寄地吉丁虫。寄地吉丁虫？没错，寄地吉丁虫。这种虫子喜欢过火的树木，只要有树木植被被点着，2公里以外它们都会赶过来。
并且它们喜欢把卵产在过了火的树木和植被上。所以你发现了它们的卵？对。从卵的形态上来看，很有可能是6天前被烧的。不过这也只是我的估计，所以想请你过来取一些卵回实验室，来确定精准的过火时间。好，我把手里这点实验记录做完就过去，等着我。好，那我等你。这也行。看见了吗？怎么了？差不多行了。你抓的是什么呀？藏甲虫。藏甲虫？什么鬼啊？一种天生喜欢被埋葬尸体的昆虫。那肯定是上一具教师招来的。问题是，这个是藏甲虫的蛹，而这个已经是藏甲虫的成虫。所以呢？所以。这下面30厘米左右的地方，很有可能还有一具尸体。什么？喂，景天，我正要出发。什么？
不会太丑啊？那个衣服非常好看，真的不会太丑。真的。萤火熄灭，你忽闪着翅膀，带来阳光。我伸出双脚，罗摩从此不再失去西多。死亡让我拥有爱情。萤火熄灭，你忽闪着翅膀，带来阳光。我伸出双脚。罗摩从此不再失去西多。和这两具尸体的情况差不多。从骨盆看，受害人女性；从骨龄看年龄，大概20岁到30岁之间。骨骼上目前没发现被锐器伤及的痕迹，初步化验骨骼也没有发现有中毒的迹象。结合部分骨骼及残存的些许皮肉上的碳化痕迹，受害人应该被焚烧过。尸骨被发现的形态表明，受害人也应该受到了虐待。至于死亡时间，尸体现在已经腐烂殆尽，估计至少半年以上了。至少1年以上。你这么肯定？是的，这位天在现场找到了至少2袋以上的藏甲虫。根据有效鸡瘟原则，本地的藏甲虫基本上1年1袋，所以这具尸体已经埋了超过1年的时间以上。就这么简单吗？你可以不信。还能提取有效的生物信息吗？我试试吧。OK。德卡，把1年前报失踪的女性汇总一个名单，准备比对。是。谢谢。真不知道我该夸你，还是该嫌弃你。嫌弃？是嫌弃我的柯南体质吧？拜托，景天是在帮你，你总不会希望受害人的尸体永远找不到吧？他当然不希望了。不过，在24个小时内同一地点，连续发现2具尸体，对他来说确实压力太大。懂了。哎，有我们俩呢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们仨可是从下屋里村走出来的人啊。是啊。叶良，我最早的那具焦尸呢？啊，素可泰府下面的一个警局发现了一位失踪了15年的女性的线索，拿过去比对了。反正放在我们这儿也没什么进展，不如拿过去碰碰运气。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马里奥没跟我说，应该是没有。15年前的焦尸？女性，40岁左右，这是目前仅有的信息。那还有实验的意义吗？按说是没有了，但是我和差都不想放弃，而且这个案子也是他老爸的一个心结。自从差把这个尸体送到我们实验室，我和马里奥反反复复的试验了很多次，虽然都失败了，但是我没有放弃，马里奥也一样。有时候我看着他，仿佛能看见他在挣扎，在呼喊，可是我就是听不见他在呼喊什么。本来我和国内的同行商量，准备从法医人类学的路径碰碰运气，不过现在可以从素可泰府那边看一看，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再继续。啊，15年之久，现在还没有确认身份啊。从当时的现场来看，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身份的信息线索，也一直都没有人报案。同时期的失踪人口也
没有匹配成功，一直到现在，这几次的人口普查也没有拿到有用的信息。那是怎么发现的呀？是在郊外的一处山谷里发现的。当时发现尸体的时候都已经被烧焦了。现场来看，死者死前应该是在那里露营。当地的警察也认为这是一起意外。从案中来看，起火的原因是因为死者在帐篷里抽烟，才会引起火灾的。因为他们在现场找到了一个被烧焦的打火机，现场除了死者，也没有发现有任何人出现过的痕迹。但我老爸一直坚持，这不是一场意外，因为当时他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是可以证明死者的身份，哪怕出来郊游，怎么会连个身份证明都没带呢？手机、手表，甚至是一台车都没有。而且当时的尸检报告发现死者的胃里是空的，没有食物。女性，焦尸，胃里没有食物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还是觉得这太巧合了。那具焦尸到新发现的焦尸，都已经时隔14年了。那这个凶手为什么要在时隔14年再次作案呢？然后在1年之内杀了3个人，并且这4位受害人除了都是女性，都被虐待，都被活活烧死。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其他的共同点。如果是同一个凶手，那至少他的年龄应该相对比较大，这一点不妨放进凶手的画像里。先等等素可太府那里有什么状况吧。目前我们还是想集中在新发现的这3具焦尸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让这3个案子再搁上15年，哪怕是1年，最好是明天我就能抓到凶手。我们一定可以的。